Earth Radio， 欢迎收看魔宝龙新一期视频。今天我们来测评一下塔楼和地下城的新增升级。和上一期的要塞据点不同，这一期的塔楼有一些兵种的升级思路比较像五代。在正式开始介绍之前，我们先说一个塔楼革命性的改动。这个改动就是大丢丢它可以像五代一样修复机械了。EXP 版本每一个种族都有一个2选1的新兵种，就比如塔楼，他们7级兵可以2选1，另一个是傀儡龙。这些新兵种还有新增的英雄，咱们也会专门出视频介绍。大丢丢在升级之后，每局对战可以释放1次修复技能，并且先进的塔楼已经完全的超越了老式的工厂。大丢丢不需要走到被修复的目标边上就可以释放修复魔法，修复的数值是每个大丢丢5点。由于石像鬼的特殊体质，它不可以被转世重生复活，但是它可以被修复复活。然后铁人也是同样可以被大丢丢修复。这一改动对于塔楼城而言是革命性的。这样的话，在前期法爷神怪卡的出不来，塔楼也可以凑合着过，这是妥妥的大加强。新增升级是黄丢丢，它叫精怪破坏者，效果也是和5代的一样，可以瘫痪机械。你比如弩车、加农炮还有投石机都可以瘫痪，瘫痪的时间是2个回合。守城的时候可以升级一点，开荒还是选择蓝丢丢，毕竟可以修复，真的是太香了。2级兵的石像鬼它也有一个黄豆糕的升级模式，石像鬼被人称作飞行强哥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它的攻防倒是还可以，就是杀伤力只有2到3，在2级兵里面属于最低的一档。匹克杰姆表示，我一世英名就毁在这个特长上了。但是这一切随着新升级的出现变得不复存在。如果说黑蝙蝠是飞行强哥的话，这个黄蝙蝠高低得是飞行战斗矮人，不仅提升了1点最大杀伤，还提升了2点生命值，然后它受到的魔法伤害会减少 20%。 黄蝙蝠你只要用过，你就会发现杀伤力确实是比黑蝙蝠厉害不少。要不是速度少了1点，我高低得给个中加强，毕竟少1点速度对前期的养步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。当然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，你2种都升级，用黑蝙蝠来养步，整体上给个小加强。3级兵也是向5代靠拢，它多了一个黄铁人。一直以来人们对雪山拳王的评价就是它哪里都好，就是速度有点慢。看一下属性的话，这不就是速度慢一点的火元素吗？区别就是人家火元素卖350，咱们的雪山拳王只卖200。新的升级合金铁人，它的速度来到了6点，与老铁人相比，他们用1点攻击和1点生命值换来了1点速度。特技方面由之前的 75% 的魔法伤害减免改成了 50%， 但是它带了一个 10% 的概率反射的魔法神镜。升级之后6速的黄铁拳王在雪地里面就是7速，在速度的数值上已经完成了质变。和5代一样，你完全没有选择第一个升级的理由，但是只增加了1点速度是不够给个中加强评价的，咱们给小加强。到了卖国贼这边，他们的新升级是灰袍法师。之前的红袍法爷除了贵一点之外，你也找不到任何缺点，但是考虑到升级这个玩意儿需要建设图书馆，在泰坦巨人出现之前一般是不会升级大法师。新升级也是很好的贯彻了除了贵没有缺点的特质。奥数法师不能像大法师一样降低英雄的施法蓝耗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魔法破坏的技能，被奥数法师攻击的目标受到魔法伤害会提升 10%， 这个效果是可以叠加的，你分出去7个然后打7下就是 70%， 这个效果绝对是比红袍法师的降低2点蓝耗要厉害的。索爷的含金量还在直线上升，但是这个效果并不足以让玩家优先升级大法师，给一个小小加强意思一下吧。5级兵神怪的新增升级也是一个妹子形态，神怪主卖得很贵，而且战斗力也是非常一般，基本上就是泰坦的辅助挂件。如果你不满足当一个挂件，想要用它打个输出的话，你就选新的升级。新升级神怪掌防御力提升了1点，杀伤力浮动变大了1点，同时它还增加了5点生命值，但是降低了1点速度。施法内容也和5代一样，要么释放群体的幸运之神，要么释放群体的大难临头。整体质量上和神怪主也是半斤八两，算不上加强，只能算正常水平。关键的一点就是它还降低了1点速度，不知道大家怎么选，反正 UP 主在玩的时候还是更中意于神怪主。相较于神怪主，蛇妖这边的升级力度就大得多了。蛇妖有什么问题呢？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卖得很贵，而且移动速度只有7点。
新升级蛇妖李冠则是增加了一点速度，同时杀伤力有少许削弱，攻防提升了1点，换来的是一个类似于地狱三头犬的半还击技能。那么代价是什么呢？代价就是它没有了不受反击。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个不受反击技能的含金量。个人感觉，如果一个单位有不反的话，它和双重攻击的含金量差不多。而蛇妖李冠它虽然没有了不受反击，但是呢实在加强的太多。如果没有提升这点速度的话，给个正常水平；提升了一点速度，给一个小加强。毕竟有的时候用蛇妖也是奔着它不受反击去的。最后是重头戏的泰坦巨人。泰坦巨人在各方面都已经是一个完美的7级兵了，近战杀伤力不减，远程超高的生命值，超低的仇恨值，并且它还不吃心智魔法。新的升级风暴泰坦，我觉得要比原来的厉害一点。通过降低1点防御，还有15点的生命值，换来了一个雷云风暴的魔法。那就是泰坦巨人在攻击目标的时候，会对周围的单位也造成伤害，造成的伤害是每个泰坦巨人15点。虽然没有上期视频血统独眼巨人那么夸张，但终归是加强了。285点的生命值，其实和300也差不多。如果生命值给砍到250的话，风暴泰坦就没办法和泰坦巨人竞争了。综合来看，给个小加强，毕竟雷云风暴也并不是很厉害。关于塔楼的加强指数，丢丢大加强，石像鬼、铁人、蛇妖、泰坦小加强，灰袍法爷小加强，加强指数7.5星。最近几天整天加班搞视频，累得我够呛。幸好最近我每天回到家都会先用妙界腿部按摩仪放松一下，按得有劲儿又舒服，两边各有12个按摩头，就像人的指腹一样，一下就能找到穴位，按得很准。我平时剪视频一做就是一天，腿一直不动，血液流通不顺，到晚上小腿发酸发硬，走几步就感觉特别沉。用妙界按上10分钟，真的感觉放松很多，手法不输按摩店。不管是按腿、按脚还是按手都能用，而且只要268，一次就回本了。它还有3档力度和模式，像我这样逛完街喜欢开大档按腿，运动完乳酸堆积就开小档慢慢推揉开，按摩面积加宽加大，再壮的腿也不怕。脚前脚后都有一大片的热敷，睡前躺着刷会手机，按放松了，入睡都变快了很多。3字造型靠着按也特别稳，不会跑来跑去。还能遥控操作，爸妈按摩也不用弯腰起身，很方便。外边的布套还能拆，方便放进洗衣机。我们足底和腿脚附近有很多穴位，经常按疏通没有坏处，全家都能用得上。妙界承诺1年内质量问题免费换新，保价大促送运费险，自己用送礼都不错哦。接下来我们来评测一下地下城的新升级。地下城的这些新增升级，它们的配色都非常的灾难。除了阴森女巫还有美杜莎之外，几乎是全员褪色。褪色不要紧，他们的战斗力不褪色就行。1级兵洞穴人，他们的新升级叫做深坑洞穴人。和上一期视频咱们说的大二怪不同，洞穴人是真的能打输出，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小缺点，就是速度太慢。新增升级深坑洞穴人，通过降低一点生命值的方式增加了一点速度，这样的话在地下的地形里面他们就是7速。如果是沙克特本人带队，他们的速度就来到了8速。这个加强是非常巨大的，因为洞穴人本来人家开局的数量就很多，掺杂个人情绪的话，我想给个中加强，但是呢，为了客观，咱们还是小加强。因为咱们前面说了，这种只增加一点速度的，通通算是小加强。在2级兵输出垫底3人组里面，除了强哥蝙蝠之外，还有阴森女妖。升级之后的阴森女巫，她除了杀伤力浮动很大而且很少之外，算是一个最灵活的2级兵。如果要加强的话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她的杀伤力。新升级阴森魔女在平衡了攻防之后，还提升了1点最小杀伤力，然后还提升了2点生命值。除了攻击不返、攻击后返回之外，她还可以手动释放毁灭之光，代价仅仅是降低了1点速度。虽然少了1点速度，对阴森女妖这种靠机动性吃饭的兵种来说很伤，但是无奈她给的太多了，几乎是全方位的加强，只降低了1点速度。个人感觉还是要比阴森女巫好用的，小加强。到了3级兵独眼这里，他们的升级就平平无奇了。归根结底还是这个兵种实在是太过完美，你稍微加强一下的话就会破坏平衡性。于是这个系列第一个弯囊废的新升级出现了。新升级魔眼降低了1点速度，但是攻防、弹药量、杀伤力、生命值基本没有变化。新技能攻击之后30%的概率释放大难临头也可以忽略不计，这对于眼哥来说就是赤裸裸的削弱。上期视频咱们也说了，削弱的咱们就不扣分了，毕竟你不选就行了。
4级兵美杜莎女王是一个披着远程兵外皮的近战兵，话虽然是这么说，但是让一个远程兵去打近战，多少是掺杂了一点无奈。而新升级美杜莎女巫则就增强了美杜莎女王的远程能力。相较于美杜莎女王，美杜莎女巫提升了一点攻击，降低了一点防御，生命值和速度都没变，但是提升了2点弹药量。同时，作为近战兵的石化技能也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攻击的时候有 20% 的概率释放迟缓大法，有 20% 的概率释放虚弱无力。这2个特技在远程射击的时候同样可以触发，妥妥的小加强。5级兵牛头怪这里新升级也是褪色版本，牛头王已经是一个非常合格的5级兵了，价格公道，属性扎实，没有什么加强的必要。于是继显眼之后，第2个挖囊费升级也出现了。单看属性的话，提升了1点防御，5点生命值，但是降低了1点速度。之前的8速牛头王，广大玩家都嫌他走得慢，这个7速的可想而知。但是牛头守卫也不是单方面的被完爆，它有一个隐藏特技，就是你强制的把他的士气归零之后，比如你或者对手带着禁锢之灵，或者说你带着他在诅咒之地上战斗，牛头守卫就会进入狂暴状态，提升3点攻防和4点速度，禁锢之灵加强最大的1级，整体上属于正常水平。作为最没有牌面的6级兵，蝎师也是终于加强了。原来的这个毒蝎师真正意义上的挖囊费，买1050金币就这种烂属性。原版你还可以和飞龙王掰掰手腕，但是 EXP 版本里面飞龙王的剧毒概率改成了50%，而我们的狮子麻痹概率还是稳定的 20%。新升级魔蝎师提升了1点攻防，10点生命值，还有2点最小杀伤。同时他开局自带屠戮成性魔法，如果和7级兵对战的话，他的攻击力就相当于25点。而这么多的加强都是用一个没有什么卵用的麻痹技能换的，照理说是应该给个中加强的，但是呢它的速度也降了1点，10速又是一个非常尴尬的速度，所以说权衡一下的话给一个小加强。黑龙的褪色版本叫做阴影龙，说实话地下城的一些新升级真的要稍微换一下颜色，因为这样看上去就像褪色的版本确实是不大美观。老黑龙咱们就不再多说了，确实是非常好用的7级兵。而新增的升级阴影龙 UP 主可以负责任的说，如果这种升级放在原版的话，我铁定得给个大加强。属性方面，阴影龙提升了1点攻防，还有1点速度，降低了15点生命，杀伤力的浮动也比之前大了10点。阴影龙免疫1到3级魔法，但是呢单独免疫火系魔法。这个版本里面很多新法术 UP 主用的也不多，如果是放在原版的话，免疫1到3级魔法外加免疫火系是完爆免疫所有魔法。它既不吃末日，不吃丧心病狂，而且呢还可以转世重生，甚至你还可以给它套祈祷。EXP 版本里面还多了一个吸血鬼化，阴影龙也可以套吸血鬼化。除了无敌2个字之外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哦，对了，天哪，它能吃雷暴了。这里投个票，大家觉得给个中加强的评价好呢，还是大加强好呢？这样的话，地下城里面洞穴人、阴森女巫还有美杜莎都是小加强，蝎师本来应该给个中加强，但是降低了1点速度，咱们也给小加强。这样的话，算上黑龙，如果它是中加强的话，就是6颗星，大加强就是7颗星。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谢谢朋友们。